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是美国始料未及的。1个月后，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2号，载着一只狗进入了地球近地轨道。虽然这只狗没有活着回来，但很明显，他们的目标是载人航天。1958年7月，美国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3个月后开始了水星计划，目标是将人类送入地球轨道并安全返回，最好是在苏联之前。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由此拉开序幕。1961年4月12日，在美国和苏联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尤里·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的第1人。几周后，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泼德成为第2个，也是第1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他获得了肯尼迪总统颁发的美国宇航局杰出服务奖章，还被授予杰出飞行10字勋章。肯尼迪总统知道，在太空竞赛中，如果美国想超越苏联，他需要更大胆的计划。I believe that this nation should commit itself to achieving the goal before this decade is out of landing a man on the moon and returning him safely to the earth. 1961年5月25日，也是美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20天后，肯尼迪在国会发表演讲时，美国的载人航天飞行时间只有15分钟经验。没有人知道登月计划能否成功，更不用说在短短9年内了。一些美国宇航局员工也怀疑肯尼迪雄心勃勃的目标能否实现。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和伟大的科学事业。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务被称作阿波罗计划。肯尼迪确定了目标，阿波罗任务需要设计一艘能够实现目标的航天器，尽可能安全、经济、简单地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返回。最有资格提供方案的人是美国宇航局的顶级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他在2战期间带头开发了纳粹德国致命的 V2 火箭，这是世界上第1个远程弹道导弹。1944年6月，V2 成为第1个进入太空的人造物体。战后，冯布劳恩被秘密转移到美国，为美国陆军开发中程弹道导弹计划。1960年，他加入 NASA， 担任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首任主任。完成登月最明显的方法，就是从地球发射一艘航天器到月球并再次返回。但是航天器需要足够大，可以携带所有必要的补给设备和燃料。因为这次计划需要一个巨大的火箭才能发射到太空，冯布劳恩希望可以通过用较小的火箭将航天器分开发射，然后在绕地球的轨道上组装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将如此巨大的航天器降落在月球上仍然存在问题。美国宇航局工程师约翰·霍伯尔特提出了月球轨道交汇方案。这个方案是一艘较大的航天器，称为指挥与服务舱，携带另一艘装载宇航员的登月航天器，称为登月舱。指挥与服务舱携带充足的燃料和生活必需品。进入月球轨道之后，登月舱与指挥服务舱分离，并降落在月球表面。指挥与服务舱留在月球轨道，1名宇航员留在指挥服务舱中。登月完成之后，登月舱重新起飞，与指挥服务舱在月球轨道集合，并返回地球。与其他几个方案不同，月球轨道集合只需要一艘很小的航天器降落在月球表面，使返回时在月球上起飞航天器的质量大大减小。通过将登月舱的一部分留在月球上，月球起飞质量得以再次减小。
冯布劳恩赞同约翰霍伯尔特的提议。月球轨道交会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在指挥服务舱发生故障时，将登月舱作为救生艇，但这个计划存在交会和对接的风险，因为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宇航员将没有获救的希望。为了使两个航天器在月球轨道精准的对接和分离， NASA 开始了多年创新的研究和开发。水星计划和双子座计划的太空飞行经验为阿波罗计划铺平了道路。短短5年内执行了超过16次载人任务，美国宇航员学会了如何在太空中吃饭、睡觉、工作和行走。但肯尼迪总统没有活着看到这些成就，他于1963年被暗杀了。但任务的开始并不顺利。阿波罗1号最初被命名为 AS-204， 为阿波罗计划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而打造。计划于1967年2月21日发射，是指挥与服务舱的第一次近地轨道测试。1月27日，3名宇航员被密封在他们的指挥服务舱内，做发射前的测试工作。这次测试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运载火箭和航天器都没有装载燃料。由于通讯不畅，测试被迫暂停，工作人员尝试解决通讯问题。指挥官格斯·格里森是美国宇航局第一批，也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宇航员之一，是水星7人成员。高级驾驶员艾德·怀特是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美国人。驾驶员罗杰·查菲是一名海军飞行员，曾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执行侦察任务。NASA 面临着在1970年以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巨大压力，他们匆忙地设计了复杂的阿波罗飞船，即使经过了5年的开发和测试，但仍然充满缺陷。工作人员正准备恢复测试。片刻之内，火焰撕裂了太空舱，3名宇航员在17秒内全部遇难。火灾原因是电线的某处产生的火花所引起的，同时舱内的纯氧环境使火势迅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耐火材料也会燃烧起来。艾德·怀特曾试图按照紧急程序打开舱门，但由于内部压力而没有打开。航天器笨重的舱口设计使逃生变成不可能，工作人员花了5分钟才打开3层舱口。阿波罗1号的悲剧让美国宇航局的公众形象支离破碎。如果阿波罗计划要继续，下一次任务就必须成功。经过一系列无人试飞后，接下来的载人任务将是阿波罗7号。阿波罗1号火灾的教训使阿波罗载人飞行暂停20个月，改进了航天器和安全程序，并进行了无人试飞。新的 Block 2进行了约1300项修改。发射时，太空舱用更安全的氧氮混合物加压，舱门只需7秒就能打开。阿波罗7号的船员是阿波罗1号的后备人员。
指挥官沃尔特·施艾拉也是水星7号小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在近地轨道对新的阿波罗飞船进行彻底的调试。5, 4, 3, 2, we have ignition. Commit liftoff. We have liftoff. 阿波罗7号于1968年10月11日发射，用了11天的时间，绕地球飞行了163圈。对指挥服务舱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完成了阿波罗1号的任务，这是实现登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此次任务在技术上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让 NASA 有信心在2个月后将阿波罗8号送入绕月轨道。下一步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1968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暗示，苏联将先于美国进行载人环绕月球飞行。为了阻止苏联在太空竞赛中再次击败美国，阿波罗8号将原在地球轨道上测试登月舱的计划更改为绕月飞行。阿波罗8号的船员将离开家乡38万4千公里，如果飞船发生故障，他们将没有获救的希望。任务指挥官弗兰克·博尔曼是一名空军上校、航空工程师、试飞员，是双子座7号的指挥飞行员。指挥与服务舱驾驶员吉姆·洛弗尔是海军飞行员、试飞员和机械工程师，曾与弗兰克·博尔曼乘坐微型航天器双子座7号绕地球轨道飞行了14天，总共绕行了206圈。威廉·安德斯是核工程师，他的工作是勘察月球表面，以寻找未来的着陆点。前往月球需要最大的火箭，他们使用了土星5号，它110米的高度使之前所有的火箭都相形见绌。博尔曼、洛弗尔和安德斯将成为第一批乘坐强大的土星5号的宇航员。与所有阿波罗任务一样，阿波罗8号由任务操作控制中心精心管理。任务控制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飞行控制小组昼夜不停地工作，监督航天器的轨迹及其每一个机载系统。飞行总监对此次任务负有总体责任，并对每项任务有最终决定权。阿波罗8号机组人员花了3天时间才抵达月球，接近月球并被月球引力捕获时，机组人员必须启动大型服务推进系统以减慢速度。如果发动机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内点火，阿波罗8号可能会坠入月球或被抛入深空。当宇航员在月球后面时，不可能与他们沟通。任务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紧张地等待消息。Apollo 8, Houston, over. Go ahead, Houston, Apollo 8. 服务推动系统已燃烧了4分13秒，使阿波罗8号进入月球轨道。3位宇航员描述说，这段时间是他们一生中最长的4分钟。在去月球的途中，并没有太多机会看到月球，到达月球背面后才第一次看到月球。阿波罗8号第4次进入月球背面时，第一次看到了地出的景象，并拍摄了照片。宇航员们在20个小时内绕月球10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68年对于美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4月，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爆发了暴力骚乱。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而阿波罗8号的成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第一次将肯尼迪总统在本世纪末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目标变成可能。时代杂志选择了阿波罗8号的3位宇航员作为年度人物，以认可他们在刚过去的1年中对人类的贡献。但登月舱尚未经过测试，登陆月球还有许多未知数，没有犯错的余地。Okay, 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 here.
This is Houston. Say again, please. 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 Thank you.